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在中国，什么因素让一个人穷？什么因素决定一个人富？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试图从哲学或宗教的角度来回答。几个来自哈佛、斯坦福等世界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花费了20年的时间，试图从中国社会和人心的角度来回答。研究结果揭示出中国社会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以外，正在酝酿的另一个危机。凌晨3点半，在滴滴的闹钟声中，老汪睁开了眼睛。他其实一夜都没怎么太睡好，但是他还是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和几个人合租的出租屋，在夜幕中匆匆赶往周谷堆。周谷堆是安徽合肥市一个有名的打短工人的聚集找活的地方。现年49岁的老汪，16岁就从农村出来打工，这一干就是33年。到了这个年龄，老汪在劳工市场已经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他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周谷堆找短工时，任何脏活、重活、累活，只要有活他就愿意去干。但是就是这样，他还是连续几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任何活了。如今他身上的钱已经几乎花完了，如果今天他还找不到活，未来1周吃饭的钱都要出问题了。在凌晨4点左右，老汪终于赶到了周谷堆，一看那里居然已经乌压压聚集了上千名和他一样的找工作的农民工。老汪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但他还是期望自己今天能够成为这上千找工人中那幸运的少数。天蒙蒙亮后，陆陆续续会有一些雇用短工的雇主来到这里，每个雇主都会引来一大群等工的人围过来。每次老汪都会拼命跑过去，但是每次在一大群人中被选中的只有1、2个。在拥挤的过程中，2个在老汪身边的农民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互相扭打到了一起。雇主的车已经开走很远了，这边2个抢活的农民工还在扭打个不停。周围的人和老汪一样，根本没有心思去把这2人拉开。这种打架的事情在周谷堆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时间一转眼已经到了中午，老汪已经被别人拒绝了10多次了。还没找到活的人，眼看着今天又没希望了，开始纷纷离开周谷堆。但是老汪没有选择，他只能留下接着等活，还得不住给自己鼓劲儿，期望奇迹能够在下午出现。下午居然真的来了一个雇主，老汪第一个冲过去，幸运地成为围在雇主车外第一圈的人。雇主打开车窗，高喊：“工地短工，240块钱一天。”老汪一听，高声回应说：“这活我很熟，雇我吧。”雇主从车里看了老汪一眼，没有说话。老汪一看，害怕人家嫌自己年龄大，立刻主动降价说：“我200块钱就行。”雇主犹豫了片刻说：“我工地在8公里外，急需人，你连个摩托车都没有，你怎么敢去呢？”老汪一听，连忙说：“没问题，我自己打车去，绝对不会耽误你工地的活。”雇主听了后就点了点头，要了老汪的电话，说：“好，你到工地联系我。”异常兴奋的老汪连忙用手机打车，很快出租车就到了。没想到的是，车刚开出去不久，老汪的手机电话就响了。一听是刚才那个雇主，那人在电话中说：“你不用来了，我这边已经找到人了。”随后就把电话挂了。老汪一听，连忙喊出租车司机赶快停下来。司机一停车，老汪就从车里下来了，同时告诉司机：“我不去了，你走吧。”司机一听，连忙说：“那你总得把车钱给我付了吧？”老汪甩了一句：“我不做了，干嘛要给你钱呢？”然后就头也不回的往周谷堆方向跑。老汪跑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知道自己这样赖车费理亏，但是他确实没钱；另一方面，他是想赶快赶回周谷堆接着找活。折腾了10多分钟，接老汪这趟生意的出租车司机这时也没办法，尽管他知道老汪是在赖账，他也没时间和老汪计较，家里人还指望他今天的收入来还房贷呢。很快，老汪的身影就淹没在周谷堆那一片找活人的人群中，而出租车司机也开车再次没入滚滚的车流中。上面的情节是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一部纪录片的片段。如老汪这样的50多岁左右的人，
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中国近3亿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53%，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是29%。有41%的受访的打工人打工超过20年，但55%的农民工存款还不到5万元。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上高中，一次我去一个边远的山区旅游。那次旅行本身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是那次旅行中的一个看似非常小的细节，却时常在我脑海中翻腾。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进入那个地区后，当地交通就只能靠乘坐那种私人小公司运营的中型长途面包车。我在当地玩了1天后，在傍晚时，我回到当地的一个小镇，准备在那里找个面包车，然后乘车离开这个地区。直到天快黑时，才有一辆面包车在小镇停下，司机打开车窗，面无表情地向等车的人报了一个价钱。司机是一个30来岁的中年男子，皮肤黝黑，魁梧强壮，声音洪亮。他的报价基本合理，天色已晚，大家也都没有选择，就都上了他的面包车。随后车子就在山路的颠簸中启动，我坐在紧挨着司机后面的第一排。因为车坐得很满，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生坐在了和司机一排的单独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路上，那个司机一直在和那个女大学生聊天。从聊天中，我得知那个司机原本也想上大学，他是他们村子少有的几个考上县城高中的，但是他搞大学连考2次都没有考上，让他复读1年已经是他家人对他承受的极限了。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放弃他的高考梦，回到老家想办法谋生，然后如其他同龄人一样在老家结婚生子过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司机忽然说，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想和人问问，你是大学生，你说为什么有人一辈子都像家里养的鸡一样活着，每天到处找食物，这里刨一点吃的，那里刨一点吃的，一天忙到晚，但是总也攒不下什么，总是不能饱肚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问题给当年还是高中生的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我人生的不同认识阶段，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是不同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包括那个司机，在他问这个问题时，我相信他内心其实也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答案。他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更是在寻求对自己认知的某种印证。人世中很多事情是有不同层次的解释的。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看，从因果报应的层面看，人今生的幸福和不幸，很大因素是这个人此前的德行和业力的积累的结果。但是从具体的人中逻辑和人中的理论来看，一个人的贫富却又有一系列人中的解释。虽然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都不一样，但是一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整体认知状态却能够形成一个社会的认知底蕴，会决定这个社会的下一步走向。中国社会主体人群是如何回答那个司机的问题呢？他们是把主要原因聚集在个人能力和勤奋程度等个人因素上呢，还是聚集在人脉和制度这样的社会因素上呢？这就会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命题了。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有一个合作项目叫中国大数据。最近这个项目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标题是我的问题还是经济体制的问题？中国不平等评价的变化。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关键不在于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的绝对差距有多大，不在于贫富分化实际上有多悬殊，而在于这个社会的成员是如何看待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认为贫富分化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贫富分化现象就会对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产生冲击。这个结论同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报告中引用了一个跨度长达20多年的重要研究，这个研究是由一小组聚集来自美中2国的专家合作进行的。
研究的焦点就是探讨中国社会是如何看待不平等的。怀特和罗泽尔是这个研究团队的2个核心成员。怀特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探讨社会组织方式对人生活的影响。罗泽尔是一个长期聚焦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的联合主任。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是2001年，也就是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世界贸易组织那一年。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在出口带动下，以制造业为龙头，启动了中国经济最健康腾飞的一个时期。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也像坐火箭似的开始蹿升起来。以量化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来说，在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持平，大约都是0.41，但是在随后2年中，中国基尼系数就快速飙升到0.48，远超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贫富分化在短短2年的时间竟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罕见的。很多人当时都以为，在这么快速恶化的贫富分化问题下，中国社会迟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给中共执政带来大麻烦。但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种火山喷发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呢？有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共长期实施维稳政策的成果。中共把政治压迫制度化，并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来加持和控制民众舆论。但怀特和罗泽尔领队的研究团队却认为，中国维稳政策这样的外部手段应该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他们希望能深入中国人心，去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收入严重不平等现象的。这个研究项目原定的调查时间是从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首先在2004年，他们和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对中国全国抽取了3267名受访者，特别考虑了他们的所在地、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确保他们能够代表整体中国人口。然后对他们面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的核心是围绕一个，就是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随后每隔5年，也就是在2009年和2014年，他们使用同样的问卷对随机采样的中国人进行了新的调查。2009年和2014年提取受访人数和2004年也基本相当。这3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民众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合理结果。他们把富有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个人的努力，而将贫穷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多数中国人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因素是造成自己贫穷或富有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中，多数中国人对未来自己能够富裕起来是满怀希望的，因此对未来的态度也相当积极。我这里提醒一点，怀特团队的研究旨在试图获得中国社会的主体民意表现，而没有讨论和分析这些中国民众的认知本身是对还是错。怀特团队的这个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证实了中国社会在过去20-30年能够保持大体稳定，除了中共外在高压维稳手段外，整个社会的民众认知状态也是一个重要内在因素。转眼9年过去了，在2023年，怀特这个研究团队意识到中国社会在过去3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对中国社会再进行了一次调查。但是此时中国社会舆论氛围已经和2004年完全不一样了。怀特的研究团队已经根本不可能再对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了，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在线调查来代替面对面的调查。为了增加调查的质量，他们一方面把对中国全国取样的人数增加了3到5倍，而且在1年进行了3次调查，分别在2023年第2、第3、第4季度的结束时实施这样的调查。结果这次调查的结果展现出一个
和从前全然不同的中国人的认知表现。把过去20年这4次调查的结果用2张图展现出来。第一张图显示的是，在不同年份，中国人认为造成一个人贫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2004年，中国人认为造成贫穷的前3个原因都是个人因素，他们分别是个人能力不足、个人教育水平不够和个人不够努力。而和社会因素相关的，例如不平等的社会机会，只排在第6名，不公平的社会体制更排在第8名。到了2023年，除了个人教育水平不够这个因素还保持在第2位以外，新的排名第1和第3的原因已经变成了不平等的社会机会和不公平的社会体系。个人能力不足这个样的因素已经下降到了第6位的原因。而第2张图显示的是，在不同年份，中国人认为造成一个人富裕的原因是什么。2004年排前3名的是个人能力水平、个人高等教育和人脉关系。而到2023年，除了人脉关系这个因素还在前3名外，另外2个主要原因都变成了是不是富二代、有没有好的社会机会。因此，在中国人心中，能否发财的重点原因也从个人因素更多转移到了社会和家庭因素上。另外，在受访者中，认同在我们国家努力总是会得到回报这一说法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62%降到了2023年的28%。怀特研究团队公布的这个结果其实完全在大家的意料之中。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时讲到的老汪，也许他在20年前，在他红红火火的在工厂打工，工资不断上涨的那个时期，他也许会认为，只要个人足够努力，自己一定会脱离贫苦。但是2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一贫如洗。如果此时你询问他在中国什么因素让他穷，他的人生亲身经历一定会让他对这个问题有不同于2004年的认知。那么中国社会人心在近期的这个巨大变化对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份研究报告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的火山开始沸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喷发。文章引用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直接挑战中共体制面临风险太高，因此中国人更可能被动选择低调和躺平，而富人会选择离开，把自己家人或资产转移到国外。同时文章也引用了中共的说法，比如说认为中共可能会实施改革啦，甚至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了等，有可能会缓解中国人当前的不满情绪。我非常理解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温和结论。这些学者他们虽然是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共的慰藉其实不亚于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学者。他们很多人一生的研究都和中国相关，他们能否进入中国，能否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合作，能否得到中国的各种相关资料等等，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都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发表的哪篇研究论文的言论激怒了中共，中共会分分钟取消这些便利他们研究中国的条件。如果那样，那就几乎相当于宣布他们的学术死亡。因此我选择把他们的结论放在一边，只是单纯就他们的研究结果来进行思考和分析。2023年将会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众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疫情3年中等待的，希望重新回到他们记忆中的岁月静好的年代，他们的那个梦想已经破灭了。中国人总人口开始萎缩，房地产持续下跌，外资不断撤离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短经济小周期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系列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社会转型的标杆现象。中国社会从2023年开始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运行轨道。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个人感情因素选择不愿意接受这点，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在过去近1年中，我所有关中国话题的节目几乎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话题在和大家分享这个视角。同时我也在一些关键节目中提出了我对中国人如何在这个转型中生活的建议。现在社会是一个高度耦合的体系，
尽管可能最初触发社会转型的因素来自经济领域，例如房地产崩溃、外资撤离等，而且大家直观能感受到的很多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各种现象，但是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出现的变化却绝对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内，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包括人文状态、治安状况、政治生态等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前面提到的怀特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展现出来的是，中国人从20多年前的满怀希望的状态，走入当今开始广泛质疑社会不公，但又无能为力的沮丧状态。这样的沮丧目前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敢于直接反击中共这个体系，但是这种无希望的沮丧却会让中国社会腐烂下去，让人心生茧子，让人心产生阴霾，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更加可怕的互害状态。在我们前面讲的老汪的故事中，老汪是受害者，却也是害人者。那个给工地凿短工的人，在不经意中给老汪的伤害，是那个人根本不屑于去考虑的。随后老汪给那个出租车司机造成的伤害，也是忙着找活活下去的老汪无暇去考虑的。在中国生活日渐艰难的状态中，这样的人与人之间在无暇思考中互相伤害的状态，以后会越来越多。最近中国国内有一个新闻说，河南嵩县出现大量出租车司机把县城各处共享电动车拉走，然后丢弃到郊区没人的地方。9月5日，当地媒体记者采访这些司机时，他们的说法是，这些共享电动车企业私自增加电动车的投放量，有些电动车因此都没有牌照。他们多次向中共有关部门反映，中共官员也不管。随后出租车司机话锋一转，说自己开车转来转去一整天才赚了100来块钱，每家都要养家糊口，这样谁也活不下去。我听到这里才明白，原来这些出租车司机主动帮助政府管理共享电动车的根本原因，还是为自己的出租车生意去除竞争对手。在这个事情中，共享电动车公司、依靠共享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还有这些出租车司机，这3个人群中，到底谁是害人者，谁是受害者？观众朋友，您能理清吗？我从这个小小的地方新闻中看到的，依然是一个不断花样翻新的互害社会的故事。中国人心中对制度越来越多的不满，虽然还不会引发他们直接对抗中共，但是这种状态却可能引发中共自己把自己逼疯。心里不满意的人多了，自然找机会在网上或私下发牢骚的人也会多起来。虽然这些牢骚本身对中共的统治不会有什么直接的杀伤力，但它却有可能把原本就神经高度敏感的中共，特别是中共的核心人物，给直接逼成精神病。中共一贯严格管控中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结婚生子。中国人对中共制度的不满情绪越多，中共自身感到的压力就会越大。一旦这种压力长期积累起来，就可能让中共自己把自己给逼出个精神病的状态。如果中共和其核心的精神状态从神经兮兮正式升级成精神病的状态，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就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管控将会变得越来越离谱和荒谬。其实这样的事情目前在中国已经发生了。最近，中国一个叫反骨乐队的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由于不可抗拒因素，乐队被迫临时立刻改名为正骨乐队。后来在这个乐队的微博账号上，这个乐队解释说，是因为有关部门不喜欢他们名字中反骨的那个反字儿，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反字改成正字，因此反骨乐队就成了正骨乐队了。随后网民开始讨论说，那以后36计中的反间计必须改称为离间计了，股市反向操作要改为逆向操作了，造反要改成造死了，反对要改成不同意了。另外还有北京一家做美国留学和旅游的公司，最近被北京市场监管局处以20万至40万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最近在微信中发了一个广告，闯祸的就是广告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介绍美国国会大厦，那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
国会大厦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庄严与权威。于是北京市场监管局立刻要求这个公司删除这个广告，并向这个公司发出罚款通知书。通知书中提到的处罚理由是，这个广告存在导向错误，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而这个公司这则微信广告截止被勒令删除时，显示总共被浏览了186次，也就是说，按罚款的金额来算，平均每次浏览价值1600多元。精神病人的一个表现就是容易出现幻觉，经常理不清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中共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了一套内参系统。中共的官员都知道，中共的宣传系统发布的内容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是用来糊弄韭菜的。中共各级官员主要依靠一些内部消息，也就是内参，来获取比较真实的信息。中共官员也主要依赖内参材料做出一些决策判断。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共目前强力管控各种资讯，很可能导致中共自己的内参系统失灵，重蹈前苏联管控资讯，造成其官员严重误判社会和经济现实的覆辙。前苏联共产党的解体，据说对习近平刺激非常大。习近平对那段历史总结的教训是，戈尔巴乔夫推动对苏共历史的批判，造成前苏共官员丧失了对苏共体制的信心。因此，习近平在他执政期强调政治高压，习近平的政治思路展现出来更多斗争的成分，而且他选择在对中国老百姓、中共官员、欧美西方国家这3条战线同时进行斗争。但是习近平没有意识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放松管制和习近平的过度管控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两者用力过大都会造成系统性风险。戈尔巴乔夫的真正教训不只是他开启了自由化进程，更重要的是他对前苏联官僚系统因信息不通畅而造成的误判和失控。目前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层似乎也在一步步走入和真实隔绝的回声筒中。当今中国什么因素让人穷或让人富？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主体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正是这一点将引发转型中的中国出现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